相传古代有4小阴门之业：夏目倒斗摸金校尉、私人化妆缝尸匠、验尸查骨仵作人和专看人头的刽子手。这些跟死人打交道的职业都有各自行规，稍有不慎便容易犯禁，轻则断子绝孙，重则家破人亡。刽子手的大忌就是斩首时间不可超过53克，否则便会触犯禁忌。三爷好友犯了重罪，被判处死刑，因他身染重疾，被带到野外斩首，以便就地掩埋。三爷为了让好友走得安心，于是便对他说：“你别怕，我只看你的绳子，一会儿绳子砍断了，你便跑，千万莫回头。”斩！随着令牌落地，三爷手起刀落，犯人脖子上的绳索被砍断。只见他慌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，直接跑到家里。一晃10年过去，三爷外出，再次经过好友家里，本想进去讨杯水喝，却没想到三爷赶路辛苦了，请喝茶，感谢三爷10年前的救命之恩呢。三爷顺着声音看去，昔日好友竟然缓缓上前拜谢救命之恩，可他刚一低头，后颈处竟缓缓开裂。多谢袁三爷。他笑了，他茶掉了，袁三爷差点吓尿了，他急忙将好友夫人拉至一旁。你丈夫10年前就被我斩杀了呀！话音刚落，好友突然掐住喉咙，鲜血不断从脖颈处涌出，随着一口黑血吐出，倒地身亡，而他的夫人竟也化成了灰烬。周遭的一切开始燃烧变形，直接将三爷拉入了幻境。他站在好友坟前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日斩首时甚为子时，他犯了大忌，断头台前是死人，过午斩首，回天绝路。袁三爷就此饮恨西北，临死前将其大刀传给大徒弟谢七。多年之后，又是一处断头台，女人脸上写满奇怪的符文，谢七手持斩首大刀，刚要行刑，一把飞刀袭来，一群黑衣人瞬间从人群中涌出，女人突然啊的一声，整段铁链直接一跃而起，咣当一脚蹬在谢七刀背上。也不知这女人学的什么妖法秘术，其身法形如鬼魅。谢七与其缠斗，落入下风，徒弟阿伟阿强急忙上前帮忙。他们抓住女人铁链，谢七突然跃起，腾空一刀斩下，却见对方竟从嘴里吐出一条蜈蚣，趁其不备，直接一脚将谢七蹬飞。谢七的脸被蜈蚣血腐蚀，二人再次贴身近战，一番纠缠，谢七的胳膊被女人抓烂，他这才发现女人居然怕他的血。谢七乘胜追击，终于将其制服，可刚举起大刀，女人的眼睛居然变成双瞳。谢七被瞳术弄得神情恍惚，幸好阿伟及时提醒，53克将至。谢七一脚踢飞女人，用自己的血给大刀开封。妖女面色慌张，转身要逃，只见谢七一把抡圆大刀，一股黑烟从妖女脖颈处涌出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阿强惊异地发现计时用的香已经燃尽。53克过了，师傅犯戒了。话音刚落，那帮来劫法场的黑衣人全部丢下武器，自焚而亡。人犯虽已伏法，但此事尚有蹊跷。为将人犯同党一网打尽，张大人便下令将妖女头颅悬成3日，以观后效。此案交于谢七负责。谢七自知破了戒，为做好万全准备，他将一个假头悬于城楼之上，再用秘法将妖女的头颅封于罐内。上香。静置3天，如果蜡封没有开裂的话，就把它烧成灰。夜半3更，镇上的刘大夫正准备关铺打烊，突然听到一阵奇怪声音，他好奇四处查看，只见烟雾缭绕的巷子里悬浮着一只红灯笼，缓缓地飘到了老刘面前。老刘刚伸手去摸，轰的一声，灯笼炸裂，老刘吓得紧退2步，却踩在一人的脚上。他慌忙转身，只见背后灯笼下竟然是前2天被斩首的妖女。你这有精虫药吗？老刘赶紧跑到城门之下，谢七正在此处看守妖女的人头。弄鬼，来者何人？只见远处飞来4口棺材，随着棺盖落地，地府司法王闪亮登场。谢七，你犯了禁忌，如今阴魂难解，还不速将头颅拿来！我杀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我有何罪？莫说没有地府，就是有，我也不怕。我等不便插手，2人自行了事。妖女诡异起身，怒喝一声，猎魂的钩子瞬间袭来，谢七一个侧空翻躲避，落地后再一抬头，面前空空如也。随之消失的还有悬在城楼上的假人头。与此同时，城北张员外为了发笔横财，请来谢七的师妹帮忙迁坟，可这师妹半路出家，风水之事只是略知一二。众人刚刚动土，无数长虫蜈蚣从墓中涌出，挖墓之人全被瞬间咬死。谢谢了，我在这里的
雨，索亚，治疗暂时停止了，等拿到鬼头刀以后再签文吧。师妹口中的鬼头刀便是师傅传给谢奇的斩首大刀，据说只要这斩首大刀杀够100人，便成为大凶之器，可斩妖除魔，也可镇宅驱邪。当晚他便来找谢奇借刀，但谢奇一身正气，得知他是用鬼头刀骗钱，当即出言训斥。随后谢奇拿着妖女头颅来找冯氏将老鬼，打算恢复妖女全尸，然后将其火化。可鬼老刚将妖女头颅封上，一只飞虫缓缓飞入屋内。谢奇顺着飞虫看去，只见鬼老的口中钻出数条1尺来长的蜈蚣，而那妖女的尸体也不翼而飞。种种怪异现象层出不穷，谢奇突然想到什么，连夜来到县衙，找出了100年前的县志。七阴教、双瞳、祁连山古书。根据县志记载，100年前在祁连山有一个七阴教，其教主天生有双瞳之眼，相传双瞳之人可观世间人消，能通阴阳、羽化等仙。可这邪教100年前就已被消灭，如今再现祁连山，恐有大事发生。听师妹说，张员外家祖坟惊现毒虫拦路，想必与此事有所关联。谢奇同师妹再次来到坟地查看，这里就是你说的邪乎之地。都死人了还不邪乎啊？可谢奇看完后发现，此地山势缓和，龙环虎豹，恰是一块风水宝地，按理说不该有蛇虫居于此地。就当二人疑惑之际，身后突然冒出几个药人，这些人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，自愿服下药物，他们丧失理智，只听命于次要之人。谢奇虽武力高强，可面对刀枪不入的药人，也只能暂时将其击退。为难之际，他突然发现此处是邪教布下的某种阵法，于是举起大刀将阵眼破坏，那些妖人瞬间化成了灰烬。与此同时，镇上多名少女突然无故失踪，百姓皆认为是谢奇犯了禁忌，这才给他们招来的横祸，遂联名闹事，要将谢奇斩首，破除禁忌。深夜时分，镇上街道，一般心中便放心，此山唤作万人坑，也要叫你3更死，谁敢留人到5更？原本平静的小镇，一到深夜，地府司法王就会出来抓妙龄女子。为平息百姓怒火，县令只好应允将谢奇斩杀。阿伟得知此事，急忙闯入牢中营救。他将事情经过告诉谢奇，并拿出了近日失踪少女名单。谢奇看后大呼不妙，失踪之人都是7月7日的至阴之人。与此同时，监牢外3大法王驾到，谢奇同样杀不杀？小师妹差点被他们打死。危急时刻，谢奇杀了出来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师妹上前帮忙，也被一拳打飞出去。阿强见状，直接一个前空翻，一刀砍在黑无常的脚面上。谢奇一脚干翻阴差，直接一招百花刀取下了黑无常的向上人头。红阴差迟疑之际，师妹迅速起身将其斩杀，另一个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。这时阿强发现无数毒虫从那2具尸体中钻出，他们之所以抓走那些少女，就是为了重现100年前奇阴教流传下来的奇阴飞仙阵，献祭少女，让教主羽化成仙。为彻底铲除邪教，谢奇叫来所有刽子手同行，一起赶往祁连山。接。等他们赶到祁连山，邪教的献祭仪式已经开始。除了7个阴命少女，其余女子皆被迷了心智，手拉着手跳下了万丈悬崖。谢奇见状急忙冲出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双瞳妖女竟然是对双胞胎。只见那妖女一个后空翻施展妖术，瞬间那7名红衣女子如同鬼魅般苏醒。谢奇不忍滥杀无辜，咣当一刀拍在女人脸蛋上，打斗中无意间撞翻了脚下香炉，面前的女子瞬间晕倒。谢奇赶紧提醒众人，打破他们的香炉，断了他们的幻境。妖女忽然对着谢奇吐出了数条蜈蚣，雕虫小技，谢奇直接贴身近战，直接一个定膝将其制服。不料对方的眼睛竟也变成了双瞳，谢奇瞬间神情恍惚，陷入了幻境。此间便是那无间地狱，周遭全是被他斩杀的厉鬼，巨大的牛头马面问他是否知罪。谢奇直言所斩之人既是极恶之人，他问心无愧，何罪之有？突然他怒吼一声，残血开大，一刀劈开了这无间地狱的幻境。他再次拎起鬼头刀跟那妖女站在一起，但妖女突然实力飙升，仅3个回合，谢奇一口血吐在了鬼头刀上。待那妖女再次袭来，这刀已经被血覆没。此时机灵鬼阿伟来到妖女妹妹的尸体前，看这，这是九妹给我的化尸粉。眼看妹妹尸身不保，妖女瞬间方寸大乱，抱着妹妹的尸体仰天怒吼。谢奇瞅准时机，抄起鬼头刀，直接手起刀落。就这样大案昭雪，失踪少女皆被解救出来。而经此一事，谢奇决定封刀退休，遂将鬼头刀传给了二徒弟阿强。一刀劈开生死路，两脚踏出是非门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自持本心斩恶魁。